美国再次对台军售，这次军售的内容是什么？在战术上有何意义？能给台湾的防御能力带来多大的提高？对目前中美在台问题有何影响？最近，对于台湾军事装备购入的新闻接连引起了广大的关注。当地时间2月7号，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局发文宣布，美国已经批准与台湾进行1亿美元的军购计划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不是美国拜登政府第一次的对台军售。2021年8月，美国国防部就与台湾进行了总价7.5亿美元的40套中型自行榴弹炮系统以及相关设备。近年来，美国与台湾的军事联系十分密切。自蔡英文上台后，台湾的亲美步伐便不断加速。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全面打压中国的背景下，蔡英文做出了诸多触及大陆底线的事情，并且先后多次与美国签订军购订单，也成为了美国军售的最大客户。据了解，光2020年美台军购订单就达到了118亿美元，其中包括爱国者3型导弹系统、MK48鱼雷、海马斯火箭系统、F-16吊舱、海上卫士无人机等，美台可谓是一拍即合。蔡英文想要借助美国的支持抗衡大陆，坚持拒统，而美国也是台湾地区为制衡中国的前沿阵地。而这一次，美国批准的与台湾1亿美元的军购计划，具体内容是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设备和服务，说白了就是对2020年美国出售爱国者3型导弹给台湾的一次售后服务。毕竟台湾花了大价钱买来了爱国者导弹，美国也不能只管杀不管埋。说起爱国者导弹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伊拉克战争中，美国的爱国者反导导弹与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的较量，这也让当时受各国追捧的爱国者反导导弹跌落神坛。既然如此，为何台湾还要急切地向美国购买爱国者反导导弹呢？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，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了。近2年来，台湾拒统的一系列行为越加明显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也变得不可调和。这其中最受威胁的是谁呢？是台湾。台湾自己心里也很清楚，处在2个大国博弈之间的危险程度，也对大陆的东风导弹十分忌惮，自然要寻求美国的帮助，为自己的安全买一份筹码。而爱国者反导导弹就是最好的选择。事件的走向我们也很清楚，台湾到底是从美国那购买了一批爱国者反导导弹，台湾自以为的安全感也得到了些许的保障，并还特地的在所谓的国防部参谋本部成立了一个飞弹指挥部，可以说是搞得像模像样的。为此，台湾还为飞弹指挥部设置了一个听起来吉利的名称，叫606飞弹群。这个飞弹指挥部下面设置了2个营级单位，就是专门装备了爱国者反导导弹的部队。但台军可能转念一想，2个营的飞弹部队也不是十分有安全感。随后，台军又对防空导弹部队的编制进行了调整，将所有配备了爱国者反导导弹的部队重新整编，确保台北地区、台中地区、台南地区各有一个反导导弹部队，企图以此来在台湾本岛上空撑起一把爱国者反导导弹的防空伞。可以说，台湾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大陆武力统一煞费苦心。虽然美国出售给台军的爱国者反导导弹性能优异，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反导导弹放那儿不用，难免会在关键时刻出现没有效果的情况。所以这次的1亿美元的军需订单，就是台军为了确保爱国者导弹能在关键时刻，也就是本岛受到威胁时，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。同时，美国在爱国者导弹上也一直不断的更新优化，换上了先进的陆军底层反导传感器雷达，并且还给爱国者导弹更换了新的火箭发动机，这也让反导导弹的拦截半径和作战高度都有着显著的提升。而台军正好也可以借着此次的售后服务，给本岛的爱国者导弹升级换代一下。但台军可能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爱国者导弹放在本世纪初期，针对大陆还是具有一定的效果的。毕竟在21世纪初期，中国也只有东风11或东风15，这2者都是近程弹道导弹，爱国者反导导弹可以轻松的应对。但随着中国东风17和东风41的逐渐列装，如果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战争一旦爆发，爱国者反导导弹也就不够看了。所以台湾这次的军购行为不但不能够加强本土的防御能力，相反，接二连三的与美国进行密切的军事交接，只会导致问题的激化。
对此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于2月9号给予回应，其表示，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，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，特别是817公报规定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，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，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，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。中国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反对，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。吴谦还表示，中方强烈要求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，停止美台军事联系，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送错误信号，以免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后果，并强调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，台湾安全靠的绝不是美国出售武器。在近一段时间，中国外交可以看出，无论是中俄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安全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，还是中国支持阿根廷在马岛行使主权的联合声明，里面都提到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，明确反对台独势力。可以说，从冰雪博弈的奥运会比赛现场到运筹帷幄的大国外交现场，中国强劲的正能量气息扑面而来。同时，美国在对台军售消息放出的同一天，另一个为钳制中国的操作也被爆出。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表声明，宣布将33个总部在中国的列入如所谓的未经审核名单。据了解，美国方面称，这次被列入清单的33个总部在中国的企业必须接受更加严格的出口管控，但是美国管理员无法对其进行例行核查，因为采取制裁手段，并且向中国隔空喊话，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对这些企业的核查，中国自然不会加以理会。在中国网络上早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，美国的制裁榜就是中国的光荣榜。这次美国一下子拉黑了33家总部在中国的企业，加之对台军售，可谓是在中国新年刚过完就想着法儿的给中国下绊子。但对于美国这种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惯用行径，中国早就习惯了，这也不是什么新招数。但我们依然能看出，美国为针对中国的无底线，将无耻当作规范，无理当作法律，无赖当作规则。对此，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都发表了严正声明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道，具体措施请大家拭目以待。我们可看出，中国近年来全方面的发展，使中国在各个领域都有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竞争的实力。同时，中国的外交方式也一改之前的作风，开始得强硬起来，这也被中国国民称为战狼外交。对于美台的紧密联系，中国也一定会采取强硬的措施，保障国土的完整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